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手机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手机电池的寿命其实掌握在我们手中。许多人以为手机电池不耐用是天生的，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不经意的坏习惯在偷走电池寿命。一位资深维修师傅观察20多年，总结出充电时最伤电池的6件事。不管什么品牌的手机，只要在充电时犯了这6个错误，都可能让电池健康度飞速下降，甚至提前报废。今天我们就用浅显易懂的方式来深入揭开这6大充电禁忌，帮你的手机电池延年益寿。准备好了吗？赶快对照看看，以下哪几件事你也常常中招。许多人充电时手还是放不下手机，一边插着电源，一边滑 LINE、看影片，甚至打电动。你是不是也有过边充电边玩手机的经验呢？充电时看到讯息秒回，追剧追到一半不想停，这些行为看似平常，但其实对电池伤害非常大。有些年轻玩家习惯手机插着电边玩游戏，手机发烫也不以为意，结果没多久电池就鼓起来或快速老化。维修师傅就分享过一个案例，一位客人总是边充电边打手游，短短半年就发现手机续航越来越差，电池健康度狂掉，不得不到店里更换电池。这样的例子其实非常普遍。为什么边充电边用手机会伤电池呢？原因在于这种做法会导致手机发热严重。充电时电池正在吃尽电能，而你同时用手机执行耗电的操作，相当于让电池一边充电一边放电，电流在电池里面高速进出，就像一边给车子加油一边猛踩油门一样。这种边加油边耗油的状态会产生大量热量，手机温度飙高，高温是电池的头号杀手。当锂电池处在高温下，内部化学反应会加剧，时间一长，电池的容量就会逐渐衰减。电池怕热，就像人怕发高烧，温度太高会让电池的寿命指标健康度直线往下掉。更危险的是，如果长时间让手机边充电边处于高温，还可能引发电池不稳定，极端情况下甚至发生鼓包或自燃。正确的做法是充电时尽量让手机休息，如果电量实在很低，又有重要电话或信息，需要一边充电边使用，也请避免高耗能的操作。例如，充电时先别打大型游戏或看高画质影片，可以静置待机或进行耗电较少的操作，让电池专心充电，等电量充到一定程度，手机温度降下来后再继续使用。保持这个好习惯，能大大减少充电过程中产生的热量，电池就不会因过热而过度老化。另外，如果发现充电时手机发烫，记得拔掉电源，让手机冷却一下，千万不要硬撑着边充电边用，小小克制换来电池大大的寿命延长，这笔账非常划算。你是否习惯睡前把手机插着充电，直到隔天早上才拔掉？方便是很方便，但这其实也是一个隐藏杀手。许多人每天让手机整夜充电，认为满电状态才能安心睡觉。然而，资深维修师傅提醒，长时间维持在 100% 电量，会给电池带来持续的压力。时间久了，电池健康度会明显下滑。即使现在的智慧型手机普遍有过充保护，理论上充满后会自动停止充电，但只要插着电源，电池电量轻微下降时，仍会不断被补电维持满格。这种长时间处于满电并反复小充电的状态，正是电池寿命加速缩短的元凶。我们可以打个比方，把电池充到 100%， 就像把弹簧完全拉紧，短时间拉紧没问题，但如果一直绷紧，弹簧弹性会慢慢疲乏，久而久之就松掉了。锂电池也是类似道理，电量长期保持在满格，电池内部的化学压力增加，好比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，内部材料老化速度会变快。难怪不少人发现新手机用了1年后，电池健康度骤降，其实很可能就是天天整夜充电导致的。不仅如此，整夜充电还可能带来过热风险。如果充电器或电池管理系统品质不佳，充了一整晚可能让手机发热，一直处在温热状态过夜。有人喜欢把正在充电的手机放枕边，甚至压在枕头下面，这样更加无法散热，隐患更大。长期下来，电池性能势必每况愈下，说不定哪天睡醒发现手机电量掉很快，电池已经虚掉了。
因此建议电池充满后就及时拔掉电源，不要让手机一直维持在 100% 保电状态过久。特别是睡前充电的朋友，最好养成睡前只充到差不多就拔掉的习惯。如果一定要整晚充电，一定要注意环境通风散热，手机不要放在被窝或枕头下面。同时可以利用一些智慧充电功能来减轻电池压力。现在许多手机都有最佳化电池充电功能，会在你睡觉时把电量先充到 80% 左右暂停，等到接近你起床时间再充到 100%， 这样避免电池整夜处在满电状态，有助于减缓老化。如果你的手机有这项功能，记得打开它来保护电池。总之，不要让手机没日没夜的插在充电线上，适当松绑电池才能让它寿命更长。不少人从早年使用手机或电池的经验中，养成一个观念，电池电量用到几乎耗光，再充，充饱了再拔，这样对电池好。甚至有些朋友强迫症发作，一定要看到电量剩下个位数百分比，甚至自动关机了才愿意充电，觉得这样算是完整的一次循环。如果你也有这种习惯，那就要当心了。这其实是沿用在旧时代镍氢电池、镍镉电池上的老观念，对现代锂电池不但没好处，反而有害。手机维修师傅严正提醒，千万别等到电量过低，例如 10% 以下，甚至 0% 才充电，这会让锂电池处于过度放电的危险状态，就好比人饿到皮包骨在进食，身体会受不了一样。锂电池最怕的其中一件事就是过度放电。当电池电量非常低时，电池内部的电压也随之下降。如果多次把电量耗到只剩 1%、2%， 甚至直接耗尽关机，电池的化学反应环境会变得非常恶劣。长期处在这种极端状态，会加速电池的老化。想象一下，你手机的电池就像一个储水池，里面的水完全放干再灌满，反复几次，水池内壁可能会开始开裂渗漏。锂电池虽然没有那么夸张，但多次完全放电，确实可能永久损伤其容量。有些人可能还听过电池记忆效应这个老词汇，认为要时不时全放光，再充满来校正电量。其实锂电池几乎没有记忆效应，不需要透过完全放电来校正，而且现代智慧型手机都有电量校准机制，并不需要用户刻意放空电再充。相反，过度放电一次，电池寿命就缩短一截，得不偿失。正确的充电时机应该是电量剩下 20% 到 30% 时就充电。许多电池专家都建议不要频繁让锂电池掉到过低电量，当手机提醒电量不足时，就该找机会充电了。不要等到手机自动关机才想起插上电源，特别是不要让手机长时间停留在 0% 电量的关机状态。如果不小心耗尽了，也应尽快充电，否则电池电量耗光后继续闲置，可能会进入过放保护而充不进电。养成随用随充的习惯吧。其实锂电池设计上允许你随时充电，小幅度的补充电量不会伤害电池。与其一次次把电池饿扁，不如勤快喂点养分，让电池维持在比较舒适的电量区间。这样一来，电池所承受的化学压力更小，健康度下降的也就更慢。简单说，就是别等红灯亮起才充电，及早充电才能避免让电池处在压力山大的低电量危险区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充电地点和环境其实也很重要？有些情况下充电对电池的伤害远超你的预期，其中一个大忌就是在高温环境下充电。试想，一个炎热的夏天，你把手机放在太阳直射的汽车仪表板上充电，或者一边充电一边把手机压在枕头底下睡觉，这些做法都可能让电池温度一路飙升。前面我们提到过，高温会加速电池老化，而在充电过程中，如果周围环境散热不良，手机热上加热，后果更是雪上加霜。维修师傅特别强调，有不少手机电池损坏甚至起火的事故，都和充电时环境过热有关。如果充电时感觉手机温度异常升高，一定要提高警觉。让我们具体看看哪些充电情境需要避免。首先是不通风的密闭空间，例如有人充电时图方便，把手机放在被窝、枕头下、沙发、靠垫缝隙里等软乎乎的地方，这些环境会阻挡散热。
导致充电时的热量无法散出，手机就像被裹在棉被里发高烧。如果长时间这样，电池温度居高不下，寿命自然急速缩短，还可能有安全风险。另外，高温天气下不要在阳光直射处或闷热的车内充电。夏天停在户外的车里，温度可以高达50-60度。你在给手机充电，电池几乎在蒸桑拿，不出问题才怪呢。即使在室内充电时，也尽量避免把手机和正在运作的笔电放一起，靠近发热的家电，或放在高功率运转的无线充电板上面等等，这些都可能让环境温度偏高。总之，充电时要给手机一个凉爽的环境。如果发现手机充电时过热，可以采取几个措施：关掉耗电的应用，把手机壳暂时拆下帮助散热，移到阴凉通风处充电等。只要温度降下来，电池就能更舒适地完成充电，寿命也会更长久。记住，远离高温，电池延寿这句话。除了高温、极端低温环境，充电也要避免。虽然大多数人不太会在零下好几度的户外充电，但如果你在寒冬刚从外面回来，手机机身冰冷，建议先让它恢复到室温再充电。过冷的电池充电效率很差，还可能产生不正常的化学反应，同样不利于健康度。不管冷天热天，给手机充电都尽量选择舒适的室温环境。总之，千万不要忽视充电时的环境因素，给电池一个好的充电气候，它才能健康长寿地为你服务。在充电这件事上，充电器和充电线的选择同样至关重要。有些朋友可能会想，随便用个便宜充电头，旧线材可以充进电就好，应该没什么差吧？但维修师傅郑重提醒，劣质的充电器和线材可能对电池和手机造成不可逆的伤害。很多夜市或网络上买的廉价充电头，标榜几十块钱超便宜，但它们通常没有经过严格的安全测试，电压电流输出不稳定。如果充电时供电忽高忽低，就好比心脏被时快时慢的乱节奏电击，轻则损耗电池，重则伤害主机板。有些劣质充电器甚至没有基本的过充过热保护，一旦故障可能输出过高电压，把你的手机直接电昏，电池瞬间报废不说，还可能引起火灾。同样地，来路不明的充电线材同心系，保护皮薄，很容易发热短路。充电时如果闻到焦味或看到火花，那就危险了。维修师傅就遇过客人因为贪便宜用了一条山寨快充线，结果手机充电 IC 烧毁，电池鼓包的案例。可以说充电设备品质不好，电池寿命和安全都没有保障。除了劣质产品，受损的充电线也千万别继续将就使用。很多人手机用久了，充电线外皮破了一点或接头松动，接触不良，还是舍不得丢。事实上，充电线一旦有破损裸线，就存在短路和漏电风险。曾经有电力公司专家警告，充电线如果绝缘层破损，里面的金属线曝光，在充电时可能发生短路，而引发自燃甚至触电危险，不仅危及手机，也危及人身安全。因此，充电线如果出现破皮、插头松脱，必须扭来扭去才能充电等情况，一定要尽快更换。不要小看一条线的影响，坏线材可能瞬间让你的手机电池遭殃。充电器也是，同一个插头用了很多年，经历过多次跌落或异常发热，也应该检查是否正常，必要时更换新的。正确的做法是使用优质的充电设备。所谓优质，不一定要原厂，但至少要有安全认证和良好口碑的品牌产品。市面上有许多通过认证的第三方充电器，线材价格可能稍高，但能提供稳定的电流和完善的保护机制，对电池比较温和。同时，留意充电器的规格是否和手机相容，例如电压、电流、快充协议是否匹配等。如果拿不准，选用原厂配件通常是最保险的。毕竟手机电池和主板都很娇贵，经不起山寨充电头的一次蹂躏。投资一条好线，一个好充电头，就是在投资你的手机寿命。别让几十元的小便宜换来的是几千元手机报废的惨痛代价。现代人讲求效率，快速充电技术越来越普及，很多人出门前充充插电，几分钟就充饱不少电量，确实非常方便。
然而，也有人担心快充会不会伤电池，还有一些隐藏的充电习惯问题，例如充电插拔顺序的细节也经常被忽略。我们把这些归为第6个需要注意的大忌，不当使用快充和其他错误的小习惯。先说快充对电池的影响，资深维修师傅表示，适度使用快充是没有大碍的，因为现代智慧型手机和原厂快充头都经过优化设计，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控制电池的充电速率和温度。正常使用快充不会像大家想象中那样瞬间毁电池。不过，需要注意的是，快充往往伴随较大的电流和功率，在充电初期会让电池温度上升较快。如果你每次充电都习惯用最高功率的快充，手机经常处于充电高温的状态，长远来看还是可能略微加速电池的衰减。所以不要过度依赖快充。如果你不赶时间，偶尔也可以使用普通充电模式或功率较低的充电器，给电池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。例如晚上有时间充电，就用稍慢的充电方式，让电池温和地吃饱电，需要快充的时候再用快充，这样交替使用，可以减轻电池长期处在高压状态的负担。简单说，快充可以用，但不要每一次都全速冲刺，该慢下来时就慢下来，电池会感激你的体贴。再来，一些大家容易忽略的充电小细节也值得一提，例如充电时的插拔顺序，你会先将充电线插进手机，还是先插电源插座呢？很多人不以为意，其实正确顺序是先将充电器插上电源，再把线接到手机。原因是充电器刚接通电源时，可能会有一瞬间的电压不稳定，如果那时候已经连着手机，可能把不稳定电流直接传给电池和手机。在先插电源的情况下，充电器可以先行稳定输出，之后再连接手机会比较安全稳妥。同样地，拔除时建议先拔掉手机端，再拔掉插座端，避免突然断电产生的电压瞬间反馈给手机。这个顺序很多人没注意，但养成好习惯总没坏处。另外，一些朋友喜欢一有空就插上充电几分钟，又拔掉用一下，又插上充一下，短时间内频繁插拔。虽然锂电池不怕随时充电，但过度频繁的插拔也可能导致充电接口的磨损，甚至接口接触不良。尤其是充电孔反复插拔，会让插孔松动，造成日后充电不顺或接触不良发热。因此，充电还是尽量找一个合适的时机，一次把电充到相对足够的程度，再拔下使用，避免没事一直插拔玩手机的情况。最后提醒一点，边充电边通话也并非明智之举。很多人习惯手机插着电聊电话，甚至长谈，这跟边充电边玩一样，会造成发热。同时，如果使用的是有线耳机充电又打电话，万一充电器漏电，可能有触电风险。虽然几率极低，但新闻上确实出现过类似案例，因此能避免就尽量避免。充电时专心充电是最安全也最养电池的方式。以上这些细节听起来琐碎，但只要稍加注意，都能让你的电池更加长寿，避免不必要的损耗。看完以上6大忌讳，大家是不是恍然大悟呢？别气馁，如果你中招了好几项，现在开始改正还来得及。总结来说，保持电量适中，避免极端满电或耗尽。充电时远离高温和剧烈使用，并且使用安全优质的充电设备，就是延长电池寿命的关键秘诀。当然，电池终究是消耗品，使用个2-3年，健康度下降在所难免。但透过良好的充电习惯，我们完全可以减缓电池老化的速度。想想看，别人1年电池健康度掉到80几%，就喊着要换电池，而你的手机用2年还有 90% 以上健康度，那种满足感是不是很好？更重要的是，良好的充电习惯还能提升使用安全，谁也不想因充电不当发生意外，对吧？从现在开始，就按照资深维修师傅的提醒，好好检视并改善自己的充电方式吧。不要再让电池默默哭泣，善待它，就是在善待你的手机和荷包。一旦养成这些好习惯，你会发现手机续航变好了，电池用久一点也不再衰退的那么快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大家远离那些坑了无数电池的错误做法。如果你觉得有用，不妨也提醒身边的家人朋友，一起当个爱惜电池的手机达人。
让我们的手机电池都健健康康，陪伴我们更久吧。祝大家的手机电力长长久久，告别一下就没电的烦恼。我们下次再见。